当楚寒再一次为了秦汉庭要抛下我的时候，我拿割腕自杀威胁他，他朝我厌恶的大喊：“你神经病啊！”我凄然一笑：“对啊，我就是神经病，不然怎么会认识你？”楚寒听到我的话后怔了一下，他终于想起来我曾受到过严重的心理创伤，随即他冷漠地看向我：“我不是已经把你治好了吗？别拿那套威胁我。”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整个空旷寂静的房间又只剩下我一个人，霎时头痛欲裂起来。当我从混沌的意识中清醒过来时，房间里拉了窗帘，黑蒙蒙的，手边散落的药瓶提醒我又犯病了。药效带来的副作用让我很快昏昏欲睡，但是电话声突兀地响了起来。我带着一丝期冀看向手机，但是在看到名字那一刻，这一丝期冀破灭了，变成了浓重的绝望和恐怖重重地压向我。手指不自觉地按下了接听。另一边，妻子楚寒和弟弟秦汉庭的对话传了过来：“楚医生，我感觉房间里有好多黑影，他们好像都在看着我，我好害怕。”秦汉庭又在偷我的病情，吸引楚寒的注意和关心。眼泪流了下来，心脏痛得无法呼吸。秦汉庭，你这个骗子！楚寒温柔的声音传了过来：“把你的手交给我，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放轻松。”听着我的话，在脑海中慢慢联想，我想他的手心此刻一定很温暖，因为我也曾被他这双手握住过，给予过力量。可现在我只能躲在冰冷的被窝里，像个小偷一样，才能再次听到楚寒温柔的声音，贪恋着已经不属于我的温暖。谢谢你，楚医生，我感觉自己好多了。但是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能不能陪陪我？哪怕隔着冰冷的屏幕，我都能想到秦汉庭现在一副赤诚相待的样子，让人不忍心拒绝，就如他从前对我那般。果然，楚寒连一丝犹豫都没有。当然可以。我忍不住叫了一声楚寒，可对方似乎是开了静音。随后我听见秦汉庭有一丝犹豫地问：“可今天不是楚医生和我哥的结婚纪念日吗？我哥他会不会？”秦汉庭停顿的恰到好处，可如果他真的懂事的话，就不会叫楚寒叫楚医生，而是叫嫂子。如果他真的考虑我的感受，就不会在纪念日这天无耻地用我的病情把楚寒叫走，更不会利用楚寒的同情心把他留下。我拼命压抑自己的呼吸，像即将堕入地狱的恶徒一样绝望地抓紧手中的蜘蛛丝。蜘蛛丝的另一端在楚寒手中，然后我听见了，不是什么重要的日子。楚寒无情冰冷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剪刀，让我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的苦苦挣扎变得像一场笑话。我想笑，眼泪却止不住的流了下来，滑进嘴里。怎么会这么苦？楚寒，分明是你当初教我要用心对待每一个重要的日子啊！嘟，电话被挂断了。秦汉庭向来懂得怎么伤我才最痛。我睁大眼睛看着雪白的天花板，药好像没起作用。灯罩上出现一个黑影，一会儿变成秦汉庭征航的脸，没有人在乎你，你快去死吧。一会儿变成楚寒冷漠厌恶的脸，不是什么重要的日子。仿佛有人在往我脑子里敲钉子，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快被敲碎了。慢慢的，这种疼痛蔓延到了心脏。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一条濒临窒息的鱼，只能静静的等待死亡。冒出的虚汗将床单浸湿，昏暗的房间里只剩下我拼命挣扎呼吸的声音。电话再次响了起来，我想挂掉，可是发颤的手却不小心点错了。秦汉庭恶毒的诅咒传了过来：“秦汉琛，你怎么还不去死？楚寒他根本不爱你，你还要霸占他多久？”好，我去死。我带着惨笑说。秦汉庭好像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明显顿了一下。哼，你早就该去死了，别脏了楚寒的家。我缓慢起身，对着手机另一头虚弱但坚定地说道：“可是秦汉庭，我不欠你的，楚寒也不属于你。”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不再去想秦汉庭会因为我这句话如何气急，又会如何像之前一样在楚寒面前诋毁我，因为我不在乎了。出门前我想了想要不要给楚寒留段话，可是想到刚刚他连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都不在乎了，顿时觉得自己现在的想法有些可笑。也许留了对他反而是一种打扰。当我跳下海的那一刻，突然感到了解脱，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楚寒。秦汉庭说的对，楚寒早就不爱我了，这些年一直是我在拖累他，终于把他拖得厌烦了。楚寒，你自由了。当再次有意识时，我变成了灵魂状态，跟在楚寒身边。穿着围裙在厨房忙忙碌碌的楚寒，我有多久没见过了呢？貌似只有刚结婚那段时间，两个人如胶似漆，后来我就再也不舍得让他进厨房。楚寒是我的光，他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可现在他为了秦汉庭的生日又重新穿上了围裙，真好啊。我已经很久没吃过楚寒亲手做过的饭了。不知道为什么，楚寒现在显得有些心神不宁。他不小心切到了自己的手，红色的鲜血流了出来。我着急地冲了过去，但是有人比我更快，像老掉牙的电影情节一样在我眼前上演。秦汉庭着急地抓起楚寒受伤的手指放进自己的嘴里含着，眼神默默地看向楚寒。楚寒在秦汉庭的注视下脸红了起来，慌张地把自己的手抽了回来。你这有创可贴吗？秦汉庭带着势在必得的眼神，温柔地说：“有，我去给你拿。”我看着楚寒脸上久久消不下去的红色，心脏仿佛被一只手攥紧了似的，痛得呼吸不过来。我和楚寒、秦汉庭三个人的命运好像一直在纠缠不清。如果我没有为了救秦汉庭患上 PTSD， 那么我就不会遇到楚寒。如果我能早点看清秦汉庭对我的恨，就不会把他带回我和楚寒的家，他就不会想夺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楚寒，那么后来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已经死了。当楚寒对我越来越冷漠，当秦汉庭故意让我看见他和楚寒亲密的场景时，我的世界就只剩下了灰暗的颜色。过去五彩斑斓的世界在我眼中全变成了深浅不一的灰色。可我告诉楚寒时，他却说我心胸狭隘，故意用这种方式将他的注意力从秦汉庭那里抢夺过来。汉庭他已经那么可怜了，我和他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难道你连这一点微末的关心都要从他身边抢走吗？最后他用失望的眼神看着我，没想到你原来真的这么自私。我被他的眼神刺痛，茫然地张了张嘴，却还是什么都没说出口。我想问我什么时候抢过秦汉庭的东西，我想说我是真的病了，但是楚寒仿佛已经认定了我是这样的人，一个处处针对自己弟弟欺压弟弟的人。哪怕之后我解释了很多次，但是在楚寒眼里都是苍白的谎言。后来我放弃了争辩，因为一个优秀的心理医生需要漠视一个人到什么地步，才能连自己枕边人的异常都察觉不到。直到秦汉庭在这场针对我的报复中真的对楚寒动了心，他将我约了出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年他一直恨着我。彼时他怨毒地盯着我，如果没有你，妈妈的关心就会全部落到我身上，而不是因为你亲爸没在身边，处处在生活中将资源和关心倾向你，凡事都以你为先，让我一个做弟弟的反而要让着自己的哥哥。我心中充满了荒唐，看着秦汉庭布满怨恨的表情，可每次有什么好的我都会跟你分享，让你先挑。因为身份敏感，我在这个家生活了20年，每天如履薄冰，处处小心翼翼，丝毫不敢犯错。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可以在自己的爸爸怀里撒娇吗？秦汉庭丝毫听不进去，只顾着将他埋在心中几十年的怨恨一股脑冲我发泄的喊了出来。但是没有你的话，这些全都是我的，根本不需要你施舍给我。我望着这个自己从小疼爱到大，有着相同血缘的弟弟，不明白自己的真心怎么变成了他口中的施舍。秦汉庭对我的埋怨还在继续，就因为你没犯过什么错，爸总是拿你跟我比，在我面前夸你。从小到大我无数次想，要是没有你就好了。听到秦汉庭的话，突然想到一件事，我问他那次落水，你是故意的，也是故意踹了我一脚，导致我差点溺水死掉。秦汉庭充满恶意地看着我，才反应过来啊，哥哥，你为什么没死掉呢？我听楚寒说你故意装病，是真的又发病了吧？你难道要用这副死样子继续纠缠楚寒吗？你怎么还不去死？你还要霸占楚寒多久？哪怕心里已经被秦汉庭的话扎得千疮百孔，我还是忍不住刺了回去。我是发病了，可是你又正常吗？我如果配不上楚寒的话，那你就更配不上。逞一时义气的后果就是换来秦汉庭变本加厉的一次次将楚寒从我身边叫走，而我的病情也变得越来越严重，直到今天的事变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看着房间里温馨的画面，在烛光的照耀下，楚寒的脸仿佛显得更加温柔圣洁。难怪秦汉庭会真的动心，难怪我仍然爱着他，像一个怪物一样，在暗中窥伺着不属于自己的宝藏。当生日蜡烛被吹灭的时候，我悄悄靠过去，在楚寒脸上轻轻落下一吻，我爱你。灯被打开后，我看见怅然若失的表情在楚寒脸上一闪而过，秦汉庭也看见了，所以他压下自己极度沸腾的心情，温柔地邀请楚寒能不能陪他跳一支舞。楚寒下意识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不知道在看时间还是什么。总之他抬起头的时候笑容灿烂地答应了秦汉庭。看着房间里身体几乎贴在一起翩翩起舞的两个人，我的心仿佛被人捅了一个大洞，冷风呼啸而过，刮得发疼。仿佛是为了取代我的痕迹，秦汉庭选的曲子都是我和楚寒一起跳过的。当初我并不会跳舞，是楚寒拉着我的手一步步教我，一次次告诉我没关系，进步了，很优秀。在他耐心温柔的陪伴下，我逐渐走了出来，也深深爱上了这个仿佛一道光照进我生命的人，并且在治愈的那天买了一束花单膝向他跪下，问他可不可以做我的女朋友。楚寒一脸感动，激动的点头答应了我。那时秦汉庭还没跟我撕破脸皮，所以当他问我的时候，我幸福的将和楚寒相处的点点滴滴告诉他，却没想到原来他早有预谋。幸福生活的表面下埋藏着巨大的阴翳，悄悄笼罩在我的头顶。于是曾经相爱的两个人逐渐越走越远，我甚至不知道现在楚寒在跳这些舞的时候，有没有哪怕是一瞬间想起我。在悠扬的音乐声中，两个人不时相视一笑，充满缱绻，仿佛他们是最亲密无间的爱人一般。如果我不是楚寒的丈夫的话，我会觉得这一幕很甜蜜和睦，可我现在只能静静地看着，密密麻麻的痛席卷心脏。许是觉得气氛到了，秦汉庭的脸离楚寒越来越近，楚寒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下意识去看放在餐桌上的手机，没有亮起，也没有任何新消息。之前每一次秦汉庭把楚寒叫走的时候，我总是害怕楚寒被抢走，守着手机看着时间，每过10分钟就给他发一条消息，催他回家。可这只能让楚寒对我越来越不耐烦，他说我真是极度疯了，自私狭隘到不可理喻。我也知道自己这样一定很招人烦，甚至会让楚寒觉得恶心，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仿佛有一只手不停地在把我往无尽深渊里拉，我只能抓住唯一的一块浮木。秦汉庭见楚寒没有躲开，惊喜地加快了速度，嘴唇即将接触的那一刻，楚寒却突然往后撤，偏头躲开了。楚寒把秦汉庭推开，盯着地面说，秦汉庭，我是你嫂嫂。这句话仿佛把秦汉庭的情绪引爆了，但是面对的是自己心爱的女人，他还是压制住自己的皮。你可以跟我哥离婚，我娶你，我知道你也喜欢我，对不对？楚寒惊讶地抬头看他，你喜欢我？可我是你嫂嫂，
我对你有对病人的关心，还有因为你是秦汉琛弟弟的原因，所以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小辈，可唯独对你没有男女之间的喜欢。听到这话，秦汉庭情绪变得激动，唯独没有喜欢。那为什么每次我说自己需要你的时候，你都抛下秦汉琛来陪我？楚寒难堪地说，这是医生对病人最基本的职业态度。病人难道比自己的丈夫还重要吗？秦汉庭激动地抓住楚寒的肩膀，你现在一定是还没有搞清楚对我的感情，我不信你心里没有我。够了！楚寒将自己挣脱开，冷漠地说道，我是你嫂嫂，我对你从来没有过男女之情，我们的咨询关系到此结束，你另谋高就吧。说完，楚寒就不再管秦汉庭是何反应，抓起自己的外套和手机准备离开。当他即将踏出门那一刻，秦汉庭在他身后崩溃的大喊，为什么他就可以我就不行？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楚寒走后，秦汉庭将房间里能砸的东西全都砸了个遍，最后仍觉得不解气，他抓起手机开始给我打电话，打不通就一直给我发消息，你怎么还不去死？你为什么总是要抢我的东西？你快点去死啊！你真恶心！我跟在楚寒身后飘了出去，他先是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似乎在缓解自己的情绪。仿佛过了许久，楚寒抬起头，眼眶发红，他深吸一口气，启动了车子。原本只需要10几分钟的路程，楚寒却开得很慢，硬生生拖了半个小时才回到家楼下。但是他并没有立马下车，而是先看了看自己手机里的消息，他不断切出去再切回来，最后焦躁地将自己的手机扔在了副驾驶上，然后启动车子掉头又出了小区。最后车停在一家蛋糕店门口，我跟着楚寒进去，看着他挑了很久，最终确定了一款现成的蛋糕。我痛苦自虐地想，楚寒这一路终于想清自己对秦汉庭的感情了吗？所以要重新给他买个生日蛋糕。心脏一边抽痛着，一边庆幸地想，幸好自己已经死了，不用面对这最终残忍的审判。但是楚寒把蛋糕放好后，却是朝着回家的方向开。我想了想，也是，楚寒向来是一个光明磊落不拖泥带水的人，如果真的确定了自己对秦汉庭的感情，一定会先和我说清楚。曾经我很喜欢他这一点，因为正是这样，楚寒才坚定地选择跟我走进婚姻殿堂。可我现在不禁有些痛恨他的果决，难道到最后我连丈夫的名头都保不住了吗？不对，我看了看自己没有实体的手，看来楚寒和秦汉庭在一起的最后一道障碍也没有了。楚寒回到家的时候，房间一片昏暗，若是他往常回到家，家里一定是灯火通明的，而我坐在沙发上等他，即使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今天楚寒却是第一眼就往沙发上看，见到没有我，他露出失望的表情。他将蛋糕放到餐桌上后，往卧室走去，床上仍是我头疼挣扎时弄乱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楚寒看见后却是松了口气。突然他的目光被地上一颗白色的药片给吸引住，他走过去捡了起来，却什么都看不出来，白色的药片普普通通，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楚寒犹豫着拉开了我这边的床头柜抽屉，却在看见满满一抽屉的药之后惊大了眼睛。他慌张地把药一瓶瓶拿起来看，却发现药名全是自己熟悉的，药瓶底下还有一张诊疗单。楚寒手颤抖着将那张单子拿了出来，诊断时间是半年前，诊断结果是重度焦虑以及重度抑郁加上严重的幻视幻听。楚寒的脸色一刹那变得煞白，他跌跌撞撞跑回客厅，拿起手机开始给我不停地打电话，但是一个都没有打通。最后楚寒急哭了，眼泪不断流了出来，求求你了，秦汉琛，快接电话。他的祈求没有任何用，因为我此时就在他身边，手机也随着尸体泡在海里了。见给我打电话没有用，楚寒开始给我妈打，电话很快接通了。他着急地问，妈，秦汉琛回去了吗？没有。出什么事了吗？听到这句话，楚寒脸上露出后悔愧疚的表情，嘴嘎着张了张，最后说了句没事就把电话挂人。紧接着他想给我的朋友打电话，却发现这些年我一直围绕着他转，将他当作生活的中心，已经很少跟朋友联系过了。果不其然，打过去后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楚寒失魂落魄地放下手机，却发现自己另一只手还捏着诊疗单。他将诊疗单又拿了起来，仔细地看，发现主治医生是医院里自己另一个同事。楚寒终于想起来，半年前我曾跟他讲过，他却是怎么回答我来着？你真自私。回想起来那一刻，楚寒的表情瞬间变得痛不欲生。随后他想起来更多过去忽略的细节，我越来越苍白的脸色，越来越瘦削的身体，以及每次恳求他留下使我绝望的眼神。最严重的时候，我连一口饭都吃不进去，但是为了能够珍惜和楚寒一起相处的时间，我硬是逼着自己把饭咽下去。有时候第一口下去就恶心反胃，我只能死死忍住。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跑到卫生间抱着马桶吐个天昏地暗，甚至把胆汁都吐了出来。为了不让楚寒看出异样，我特意洗了把脸，将脸搓红，才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可这根本就是多余的，因为楚寒在抱着手机，连看都没看我一眼。那个时候我仿佛得了癌症一样，觉得楚寒每次抱着手机都是在和秦汉庭聊天，他甜蜜的微笑也是为了秦汉庭绽放的。可当我问出来的时候，他只会厌恶地看着我，说我思想怎么那么龌龊。他只将我当做一个极度吃醋、心胸狭隘的男人，丝毫没有用他作为一个医生的客观的角度去想我的行为有什么异常之处。这之后我一律咬紧自己的舌尖，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臆想，都是幻觉，哪怕舌头被我咬破出血，因为我不想让楚寒再继续讨厌我下去了。直到秦汉庭设计让我亲眼看到他和楚寒亲密互动的画面，我脑子里的那根弦砰
一下断了我开始不择手段的挽留楚涵，阻止他和秦汉庭见面，可这只能换来楚涵对我越来越失望的眼神，以及秦汉庭一次次得意的向我打来的电话，每次都要在最后加上一句：“你怎么还不去死？你还要霸占楚涵多久？”听得多了，我渐渐开始觉得秦汉庭说的对，我这样子像个疯子一样，如何还能给楚涵带来幸福？这样对我就像条恶心的臭虫一样，一直缠着楚涵。所以，我以为自己消失了，楚涵会松口气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痛苦的仿佛要碎了一样。过了一会儿，楚涵强行将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他拿起手机给自己那个同事打了过去，却在被问到他和我是什么关系时，楚涵嗓子仿佛被捏住了一样，很久才答道：“我是他妻子。”没想到对面听到后很是惊喜，既然有你陪着，那他现在应该快恢复好了吧？那个时候我见到你丈夫，感觉他身上一点人气也没有。楚涵刚刚才忍住的眼泪，现在又开始止不住的流下来，一滴一滴落到地上，汇成一片。她努力压抑自己的哭音，却还是泄露了一丝。她发颤的问：“能不耐把她丈夫当初的就诊记录以及详细的调查表发给她？”对方有些犹豫，因为这涉及到病人的隐私，却架不住楚涵苦苦哀求。楚涵平时都是一副沉静包容的模样，不说同事都没见过她现在的样子，连我也有些惊讶。大概调结果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期间楚涵不停地给我打着电话，但是仍然没人接。她浑身颤抖着，有些站不稳。对于一个心理问题这么严重的病人，楚涵不得不去猜测最可怕的结果。可他走之前对秦汉琛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拿那套威胁我。”结果终于传送过来了。看完之后，一向平静理智的楚涵忍不住崩溃痛哭起来，瘦小的身体里竟发出巨大的绝望，哭得声嘶力竭。一阵阵恐惧或惊恐，一严重；二感到坐立不安、心神不宁，一严重；三害怕空旷寂静的场所，一严重；四想到关于死亡的事，一严重；五感到自己有罪，一严重；六恶心胃痛，手脚麻木，C 经常；七做噩梦，C 经常；八假如我死了别人会过得更好，C 经常。楚涵终于想起来曾在我手腕上见过的伤口，那是我一次次觉得自己有罪该死时忍不住用小刀划的，是我一次次克制自己因为不安想质问楚涵时用牙咬出来的。我努力在他面前扮演一个正常人，可实际上漏洞百出。也许平常关系的夫妻早就能发现，更别提楚涵是心理医生，但楚涵就是忽视到底，一次都没问过。或许不是忽视，而是厌恶我想用这种方法引起他的注意吧。看着那些报告单，过往痛苦黑暗的经历再一次席卷了我，一股寒意从我内心深处开始蔓延，冻得我整个魂体瑟瑟发抖。这之后几天，楚涵从各方面想办法联系我，却始终联系不到。无奈他最终选择了报警，内心祈求着希望不要是最坏的结果。报警后第二天，警察打过来电话联系说，有一具刚从海里捞上来的男尸，面目被泡得模糊不清，但是死者衣着符合楚涵的描述。听完后，楚涵再也撑不住的跌倒在地。等到了警察局，哪怕整个身体都被泡得发肿，楚涵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是我。没想到淹死的尸体居然这么丑，我有些不忍心看。可楚涵坚定的一步步朝我的尸体走了过去，抓起了我的手。发肿的无名指上套着一个结婚戒指，有些不伦不类。死因是溺死，从尸检结果来看，排除他杀的可能。楚涵呆呆的摇头，不知何时他已经泪流满面。不，杀死他的人是我。如果我相信他的话，如果我能早点发现的话，他就不会死。警察叹息了一声，不是你的错，我们谁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是抓紧安排后事吧。需要我们帮忙联系家属吗？不，我亲自说。我下葬的那日，下着瓢泼大雨，每个人脸上说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哭得最痛苦的是母亲，看到她极度悲伤的样子，我心中终于忍不住有一丝羞愧。为什么自己自杀的时候没有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感受？继父在一旁搀着他，我看着两个人头上的白发，密密麻麻的痛楚一丝一缕缠上来，裹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楚涵从警察局出来后，整个人就有些麻木的冷静，冷静的联系我的家人朋友，冷静的处理着我的后事。如今冷静的在我墓碑旁站着，看着我的墓碑，不知道在想什么。如果前段时间楚涵对我表现出的在乎让我有些惊讶，那他现在丝毫没有悲伤的表情又让我有些疑惑。秦汉庭站在楚涵身后，一转身就能碰到。对于我死亡这件事，秦汉庭从一开始的不可置信到确定事实后的兴奋，他应该是唯一一个因为我的死而感到高兴的人眷，因为这样爸妈的孩子就只剩下他一个。楚涵也重新变成了自由身，他一脸痴迷地望着楚涵的背影。我觉得秦汉庭已经有些变态了，在哥哥的葬礼上对自己的嫂子露出这种表情。楚涵若有所觉，转身时秦汉庭没来得及收回他的表情，引起了楚涵厌恶的目光。秦汉庭似乎被他的眼神伤到了，露出了心碎的表情。这就受不了了，我可是忍受了大半年。回去的时候，秦汉庭主动提出要送楚涵回去，楚涵先是全身都在表达着拒绝，后来想了想同意了。秦汉庭惊喜地给他拉开车门，没想到他上车后，楚涵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曾经那么相信你。”秦汉庭扭头看向楚涵，终于确定了现在楚涵对他只有冷漠和厌恶，一丝一毫曾经的温柔和包容都没有。楚涵继续说，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已经问过爸妈了，从小到大秦汉琛根本就没有欺凌过你，相反他处处保护你，甚至在你受到校园霸凌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
他那个时候也才12岁啊，因为保护你，被人打得到处是伤。楚寒眼泪流了出来，盯着秦汉庭，连你跟我说的秦汉琛故意引诱你到深水区都是假的，明明是你提出来的，也是秦汉琛救了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骗我？随着楚寒的话，秦汉庭的脸色开始逐渐发白。听到最后的问题，他狠狠的一拳捶在了方向盘上。为什么？因为我嫉妒他，你们每个人提到最多的就是他，为什么你们眼里就是看不见我？然后他眼神充满恶意，笑着看向楚寒，所以我要夺走他最重要的东西。看到秦汉庭的表情，楚寒心中突然涌起一丝恐慌和不安。他伸手去开车门，却发现车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秦汉庭锁了。当他想转头质问秦汉庭的时候，却被突然扑过来的秦汉庭拿手帕捂住了口鼻，很快晕了过去。我没想到秦汉庭居然能干出来绑架的事情，任我如何扑救呼喊都徒劳无功。绝望地看着秦汉庭开着车载着楚寒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这是一间被荒废的小仓库，里面摆着一张崭新的行军床，应该是秦汉庭买来刚放这儿不久。他将昏迷的楚寒抱起来，轻轻地放到床上，然后用手指描摹着楚寒的眉眼，满足地说：“你终于是我一个人的了。秦汉琛那个废物凭什么得到你？还不是被我1-2句话就刺激的发病了吗？”在秦汉琛看不见的角度，听到这句话的楚寒忍不住手指微动，又很快忍住了。真好，那个恶心的家伙终于肯听我的，去死了！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说着，秦汉庭忍不住低下头，想享受自己胜利的果实。当他的呼吸落到楚寒身上那一刻，啪，侧脸被楚寒的巴掌狠狠地扇了过去，嘴角流出一丝血。楚寒坐了起来，用厌恶仇恨的眼光冲着秦汉庭大喊：“该死的人应该是你！”秦汉庭抹掉自己嘴边的血，得意地朝楚寒笑着：“可死掉的人是秦汉琛，你现在才意识到已经太晚了。”楚寒举起自己正在通话中的手机：“还不晚。”话音刚落，从门外冲进来一群穿着警察制服的人。雨停了，一缕阳光穿过窗户的缝隙，落到了楚寒又哭又笑的脸上。天黑时，楚寒录完笔录，一脸疲惫地回到家。我跟着他飘进了家门，不知道为什么，他却一脸惊喜地看着我的方向。当楚寒扑过来想抱住我时，却整个人穿了过去。他声音颤抖着问我：“汉琛，你特意回来看我的吗？”我摇了摇头：“我死后就一直跟在你身边。”听到我的话，楚寒突然脸色发白：“你恨我吗？”我虚虚地抱了他一下，在他耳边轻声说：“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能放下我，好好的活着。”楚寒崩溃地捂着脸痛哭起来：“对不起，秦汉琛，我早就该相信你的。明明我一直都清楚你是一个善良温柔的人，却还是怀疑你，不相信你。你恨我吧，秦汉琛，死的人应该是我。”我感受着自己快要消散的身体，对楚寒说：“楚寒，你没错，再给我做一次蛋炒饭吧。”当楚寒在厨房背对着我时，身体消失的最后一刻，我冲着他的背影说：“忘掉我吧，好好活着。”楚寒扭过头时，空旷的房间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他捂着脸哭得那么后悔绝望，仿佛失去了自己的全世界。全文完。